我那时候的确简华那个角色，我们也是我真的有认真的想过一轮。有我吗？有我吗？那个名单里？哎，没有。为什么？是因为我主持人的色彩太鲜明吗？有一点。白话来讲，你想要找真正专业的演员呀。好啦，无系你讲煞袂啦。你是在讲？我就不演了，是吧？你不用给我角色，我退出。给我，我很想演很多女生都在抱怨，好男人到底都去哪里了呢？但是何谓好男人的定义？好男人就可以使用吧？各方面都可以使用，可以照顾你，然后也可以带你去好玩的地方什么之类的哦。而且现在有很多条件真的很好的女生，而且自己能够自理，对自理，然后也很有才华，可是偏偏就是身边找不到男人，对，只有一个有。欢迎找不到男人的5位女演员跟导演。一位已经顺利进入婚姻、很幸福的女演员杨谨华，是我一个哦，对。但是在聊男人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次来是为了一部影集，对我自己非常期待。是导演，对，就是影后11月7号会在 Netflix 独家上映。哇！因为我看了好几段你们的预告，每一段都直达我心。那你一定要看，你会很爱。还是你看完预告，你不只是想看？不是，因为有一段预告，第一波预告是几个女演员，然后在那个布幕，然后主角好像是锦华，在讲她的坏话，就说你有没有听说那个女的跟那个谁在一起？然后她说拜托，我早就知道了。然后就一传十，十传百，然后最后镜头就那个 zoom 到那个锦华的那个特写，她就很酷的在那边这样说 ，I don't， 谁在拍我啊？我就知道你在等特。对呀。结果刚才是我们2个双框。对，你讲了要往前走，很有气势的往前走。但是。好，2号给。所以你们要不要先帮我演一下八卦？哦，对。好，我要帮你。哎，听说周凡睡粉丝哎。啊，真的吗？你有听说吗？听说他很睡老板，他都含睡啊。怎么睡成这样啊 ？I don't。你说这角色是不是属于我？导演，你摸着你的良心，你自己摸着良心，我摸，是不是？我是不是很适合那个？你应该很想讲那句台词吧？那是天生为你而生的。不是那个词，就是我的，就是口头禅啊。对，口头禅。你要这样倒退撸到什么时候？没有想说怎么睡口这么大？你舍不得视线离开，对不对？对不对？为什么 ？Why？ 告诉我原因。你心里没有闪过一丝说可以找小 S 来演吗？我那时候的确简华那个角色，我们也是我真的有认真的想过一轮。有我吗？有我吗？那个名单里？哎，没有。为什么？是因为我主持人的色彩太鲜明吗？有一点。因为大家看到你就会觉得是小 S， 所以你知道要变成一个角色，我觉得他可能要花更大的功夫。可是我也有演过几出戏啊。对了，我知道了。可是因为这个角色，就是对我来说，其实对我来讲，我也很紧张，我负担也蛮大的，所以我会希望说，就是我不要操那么多心，我还要去跨越。你的白话来讲，你想要找真正专业的演员呀。哇！反转的戏，又来了，特写又来了，流汗。你以为我真的想演啊？你是啊。当主持人才是最轻松、最获得尊重的工作。我现在就超适合讲这一句的啊。I don't。对，我们就是轻松的坐在这边跟你们聊天，然后带给观众欢笑，然后就很舒服的拿到酬劳。所以当不当演员，有没有那个角色？哎，这个你要不要戴在头上？它毕竟是个皇冠嘛。啊，影后皇冠。夹一下好不好？夹不住，没有夹子。好啦，但是除了这个片段之外，我还看到另外一则预告，也很打动我的心。是，就是他访问你们每一位演员，然后最后大家都爆哭啊，对。
所以你们还记得当时他是问了什么问题，让你们立刻秒哭吗？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角色，你满意吗？对，就这一题吗？所以这一题让你哭的原因是什么？就好像突然有人在摸你的头一样，那一路来的一些心路历程，或者是有一些委屈，或者是想努力可是做不好的地方，那一时涌上，是说你一路以来当女演员的心情吗？对，都有。然后有人是说女演员是很辛苦的一份工作，你银轩你哭得很惨。我其实我认真，我后来想，我哭的其中一个是，我觉得我跟他之间的友情被瓜分了，就是我有一点小吃醋这样子，因为之前跟那个艺文合作的那个第一出日戏，就是他的爱都在你身上那样子。然后这一次他当然要照顾所有的演员们，因为他很在意每个演员的情绪那样子。然后你自己也知道。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那个吃醋的点，这样对，但怎么会？哎，你看起来是很成熟的女性哎，我知道啊，但一切都是误会，所以就是我就一直跟自己说 ，OK， 我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然后我在他面前也都说你不用管我，你赶快去照顾别人啊。然后到了那天那个访问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到就崩溃了。其实我也很需要你的爱。你哭是因为这个，所以你很需要导演过来多跟你分享吗？其实不是，是他啦，不是，而且你知道他超扯，他还举了一个我觉得我在后面听了我快笑出来的例，他不知道我在后面偷听，是他们在采访，然后他就说，就是那感觉就很像是就是我的门很久没有被皇上挂上灯笼。有，什么？对，好严重哦！皇上今天晚上没有点我，对，他又被宠幸了，没有被翻牌的。对，那导演这样压力很大，有一个演员这么需要被翻牌，但那已经快杀青了。对，但我不知道他一路上就是一直其实心里有点失落，就是我没有这次没有全心在他身上，因为你要每一个演员都照顾。对呀，而且也有合作的新的演员，我知道他一定就是因为第一次跟他合作都会担心，所以我知道那个锦华都还有那个婉婷，对，婉婷第一次合作，所以当导演在跟他们两个很认真的分析剧情应该怎么表演的时候，你在旁边就是那种，我在旁边就是啜泣，会笑，但是在心里在淌泪，然后回家吃醋这样。所以你是那么脆弱的人哦。我觉得那个熟女连2次的合作，就是你被她照顾得太好，这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因为你已经很习惯她，就是什么时候都在。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拍一场戏，她是一直牵着我的，所以是不是被惯坏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导演是属于你的，就是有一点点在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友情之间，我们是非常纯粹的这样子。导演听了会不会想吐啊？对啦，越来越歪，我就有点越来越歪，越来越恶了。我开始觉得，我懂啦。但是比方说像银轩跟琼轩，因为都是就是我们就是等于都是好朋友，对，所以其实他们两个在拍戏的时候，我不太管他们，因为他们都能够把自己的角色就是打理的比较好，我只要就是大概沟通方向就好。那锦华和婉婷，但是因为锦华跟婉婷还有很多就都是第一次合作，我都还没有摸透这个演员的某一种特质，所以我要花比较多的。所以导演，比如说你第一次跟锦华合作，他要演这个角色，然后如果他的演法不是你心中想要的，你要怎么跟他沟通啊？就是一直磨啊，就一直进去跟他讲说，锦华我们再一个，那这次哪里怎么样，再多一个。你会讲得很仔细吗？我会讲得很仔细，因为有些导演就会走到你面说，你知道，在对，很抽象。我懂，都用一些抽象的，对不对？对，就是你再给我多一点那个粉红色，对，你有遇过这种导演吗？就不把话讲清楚，然后就只能自己猜，然后就演，然后其实我心里觉得一模一样，他就说 good。你也不知道差别在哪吗？我想说 good，Oh my god， 哪里不一样啊？但我觉得导演很棒，是因为他自己也是演员出身，所以他很懂得演员的情绪。像我们在走完本以后，他知道哪一个演员没有安全感，然后他可能多需要一点鼓励。他真的是陪着我一场一场，就是额外找时间这样子把它走完，然后告诉我所有的情绪，然后就是放轻松、放开来演这样。所以他花最多时间在你身上。他可能银轩要哭泣了。所以你的那个情敌就是他，婉婷。
为什么今天又是你坐在导演旁边？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吧？你们俩已经产生另外一种情愫了。毕竟我是他的表妹嘛。可是我问你一题，就比如说你很多角色，你会不会就是心里一直有一个位置就是银轩的，每一部戏都要有他？其实基本上是有的。哇小凡哇！可以了吗？哎，你在我心中是一个很酷的女生。我也觉得。谢导演，谢导演，会尽力的。你不是在分享电影上还说吗？对，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是你就是很 tough 的感觉。对，你在那边撒娇什么的，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没有，你不是觉得女演员都是这样很矛盾的吗？对，就是她都身上都有一种小女孩。对这种双重性你是没有看过的。可是像你们演员对演员，就比如说演完一场戏之后，你们会不会在心里想说，哦，他的演技就差不多是这样子而已？不会，我反而会觉得是很幸福就是有这样子丢球的感觉。就万一对方球丢的很弱，你还要去捡，就是你就会想说，哎，不会，这时候导演都会跳出来啊，他会帮忙。但通常那个看眼睛到一个程度，你就知道啊，他已经没了。不是，他已经没了。对我吃掉了。什么东西没了？不是那个能量。情感会跑掉啊，会分心什么的。通常你知道你们可以有来有往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真的是一个有内在有在跑的演员。所以有内在是不动的吗？有啊，有，你有跟这种有关注的啊，你有跟这样的演员对过戏？有，他的距离大概就到这里，可是他是看着你的。所以然后他的投射射就是对他的投射就是在那个电视荧幕上，然后你就一直很想跟他说 hello， 然后讲台词是很没有人性吗？你跟他讲什么，你丢什么台词给他，他都有办法用他已经想好的方式演。你可以演一下这种演员。琼轩你是演很厉害的演员，然后你要先饰演那个没有反应的有隔阂的演员。对，你可以演吗？现在在这吗？对，还是你要去隔壁棚？我们可以带你参观。逼棚。东山也有逼棚，要不要去？我们逼棚。没错。现在真的去了。哦。没有，我是镜头抓不到。自己台词你们可以讲，随便讲嘛，就是你们影后当中的。所以他已经知道了，是不是？哎，怎么了？你对，好像是。那所以你打算怎么处理啊？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难，因为我很想。我觉得他们只是有点脱妆而已。他曾经做你演的，银轩的隔阂就只是看旁边一点点而已。那个盲人太难了，盲人或泡汤，对方没有泡汤，这对他来说太难了，对不起，因为他实在是太有人性的，对他的演技。不是我知道，因为以前我当演员的时候有碰过那种，好像因为这个不知道是地理环境还是敬畏关系，有些演员拍他的时候他不能，他看耳朵或者对他要看，比如说只能看你耳朵，他不能真的对到你的，那是以前啊，现在我觉得对到眼睛会怎样？不是，就是因为他那个从镜头上面的那个视线会怪怪的，就是借视线嘛，借视线对啊，我常常都没有办法过这一关。你无法对着耳朵演戏，对不对？对，我借视线，我就眼睛就会变斗鸡眼，可能就有脱妆这种，所以我很佩服那些会借视线的演员。因为婉婷应该就超会借视线的，我毕竟有经过专业的训练，非常专业啊，一定要常常借视线演戏啊。对，因为4机作业有的时候他不可能就是一卡一卡来，对，所以你就是要配合机器的面向去演。8点档最爱就是那种背面，然后这样，你跟我讲，你安错。你是不是不爱我？不爱我，就是一直眼睛都朝那边，然后那个人在你没有看到他，对，你就好像有看到没看他，就一直卡在这个位置，会不会？没有背面了，但是就是会自己看自己的方向，永远不看对方对手的眼睛。哦，之类，快你跟导演演一下。比如说我们两个在台上，然后对，然后他在这边，我就专业马上对。我就跟你讲。这种代志，不是你讲了算数。Hello， 你在跟谁讲话？坚持住，坚持住。其实，这个世界早就不属于你了。你把一切想得太美好了。我怎么知道？对。也许，等下对手戏到底是谁啊？这个范围太
爽了。这就是你的最后一次，你自己好好把握吧。Hello， 在跟谁讲话？哎，真的从头到尾都没有对到眼。因为他现在常常有这种情况，你们有注意到吗？有这种事你就无法演吧？太难了，我觉得那个一定要经过训练。对啊，很长。对，真的要经过训练的。景华有演过这种吗？我没有哎，好像银轩也不是这种类型的嘛，你一定要是很真实的。我真的要看到那个人的眼睛。所以如果今天是拍我这一面，对手演员愿意在的话，我会非常非常感谢。有人会不愿意站吗？有些有也有。谁啊？你那边很真诚的想，对啊，因为我觉得去帮忙站不是最基本的礼貌。哦，对，是谁这样的？不知道，吃瓜。不能讲哦。可是像这种不来站的演员，导演可以出去说：“哎，你帮忙站一下吧。我会看那个演员我叫不叫得动。”有你不敢叫的演员吗？也许比方说如果是前辈的话，我可能就不太好，对啊，不太好啦。所以你会不会很不想要跟前辈合作？有时候前辈来，我会稍微有一点压力。你们这出戏里面有超级前辈吗？桂妹姐啊，但是她是非常专业，所以她不会让桂妹姐一定会出来帮忙对，没错，她是大好人啊，真的。所以这么多女演员，你们会不会在暗中想说谁的戏份多，谁的那场戏演的真的连你们都觉得演的真好，会比较不会啦，但是会欣赏。是真的是认真会欣赏。那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说出对方哪一场戏让你们觉得太厉害了。我有一次因为我们这等一下，我们这个是在你家有偷偷先看一些嘛，对，然后因为严艺文他每次都这样，就是他自己拍，然后他就会自己觉得很欣赏自己的作品，然后早期在很自恋，对，他会一直寄给我看刚剪好的，然后他自己就一直笑这样，然后重看50遍。然后这一次就是，他就把他太喜欢了，然后就把我们所有女演员聚集在他家，然后一个一个播他觉得的高光时刻，就是每一个人的最棒的那一幕，然后每一个人的每一场，不管是妮，甚至我们那个新人或那个廷义，然后还有在座的每一位演员都有他们的高光时刻，然后我就看到一直哭。好，那你讲一个那天你看到真的觉得谁的那一幕让你觉得很高光？在车子里面。对词可以讲吗？讲到这，我跟小男生，是不是就是有那个很多粉红泡泡的？对。然后那个什么的，你刚刚已经讲完了吗？不是，因为高光时刻就是这样。不，因为有些人还没有看到那一集，我们怕讲太细，他就有点会破梗嘛。破梗你也还没看到。对。可是我这样听我想说，那有什么好高光的？有哦，有粉红泡泡。好了，应该那我这样讲了，就是他就是锦华在里面会有一段就是谈恋爱的戏，这样。那锦华已经真的很久没有拍这种会很心动恋爱的戏，他说好像很久没拍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心动过，对，没这样，也不是这样，是这样讲，这边没有。你说恋爱是拍戏啊，拍戏没有这种真实生活应该也是吧？真实生活每天都跟老公吧，对啊，所以才已经没有心动感了。你要把自己的经验拿出来啦！你怎么是？你那么了解我？全世界的我有发到你啊！你告诉大家很久了。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讲到今天，我们是要聊说什么样定位叫做好男人？对，因为我觉得女演员要找到男人是更困难的事，因为你们有太多时间，还有太多情感都投入在你的工作还有角色里面，要再找一个男生真的很困难呢。导演自己就找不到啊，还是导演你找到过，后来有分开是不是？我觉得对啊，但是我觉得好像的确在这个圈子工作，我觉得不太容易啦。那可不可以跟就是比如监制啊，或者是灯光师，或者是副导玩一下？玩一下，玩稀巴烂。就是说好，我们不要长久的关系，我们只是很放一下。我也想，但是我觉得好像。你知道，就是你身为导演，在那个剧组里面，你是那个带头的人，你讲不出这种话吗？哇，很难呢，好你说拍到一半，跟摄影师玩一下，我们来玩一下，就是已经收工了，然后你已经拍了一段时间，你对比如说哪一位摄影师有感觉，
不然你去跟2号。又2号，你每次我看到的第一个。这样很奇怪，你会觉得说很不专业，而且你哪家喝一杯这种啦？我不敢，我不敢，不敢，这么俗辣？很俗辣。你导演地位很高哎。可是就是因为你要保持一种导演的专业啊，你不能有其实你会觉得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掺杂这种私人的情感进去。但是我当导演的话，就一定要搞这些啊，然后一直逼男演员到我们家喝酒啊。所以导演你是不来这一套是不是？我跟你讲，心里有想过，但是不敢。这样。所以当导演地位那么高，权力那么大，你喜欢的男人，你觉得好男人的定义是什么？或者你要找什么样的伴？还是你已经放弃了？我其实有点放弃，所以我现在都觉得说，好男人应该就是已经结过婚的男人吧。结过婚又离婚的？没有啦，就像比方说，通常会觉得说都是别人男人比较好啊。像我每次看到景华老公，我都觉得说哇，好好哦。好在哪？你看他这样成熟稳重的人，可是景华要求他做一些，比方说帮你玩挨发夹什么干嘛的，我觉得她老公都甘之如饴耶，乐在其中哎。你就觉得说，他就是很能够跟他很有默契，很找到生活中的乐趣。所以你会想说，你也要找一个像景华的老公这样的男人吗？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可是像婉婷呢，追你的人应该很多啊。没有啊，没有，是真的没有。怎么可能？我就是绯闻的绝缘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连绯闻都没有传过吗？没有，你是事业女强人。圈内也完全没有传绯闻的对象，所以也没有哪个男演员跟你对戏的时候，你有不小心心动过吗？没有哎。其实我本来就不是想要交圈内的，因为我觉得很麻烦。那圈外最近也没有你觉得看的不是蛮顺眼的人？我现在看谁都很顺眼。那1号摄影师。要被 Q 了，要被 Q 2号换1号，1号的右边。看谁都要约一下啊！约一下，这么突然。所以你的状态是说，只要是 OK 的，你现在都愿意打开心胸做朋友。哦。所以景华大家都羡慕你的婚姻，你觉得我们俩的婚姻差在哪？就是说为什么我会一直就是在节目上讲说什么男女之间的那些肢体碰触啊？可是你一定有啦，我觉得你一定有，只是每一个人的相处跟默契都是不太一样的。对，那我跟我先生也是这样子，多年来就是累积起来的默契。你结婚多久了？我跟他在一起8年。8年，那差不多已经对对方没感觉了。所以我们要保持那个火花，怎么保持？怎么创造火花？我们又不是木炭，就是弄个火就可以烧起来。你真的很会举例。对啊，我觉得就是多聊天吧，分享啊，今天我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彼此在同一个空间的时候也不要给压力。然后我觉得重点是，另外一半就是他可以很把你讲的话。喜怒哀乐的话是真的听在心里面，可是他万一回一个东西，就是你真的想说哇，你怎么会回一个跟我讲的东西完全是不同调的？那我就会再跟他讲说，我现在心里面感受是这样，不是这样。然后他会再跟我沟通。对，那沟通完可以立刻上床吗？你太啊！因为把事情讲开就可以去睡觉啦。对，是这样吗？上床这件事情，对啊，就是时刻都可以，都可以。现在还可以哦。就是想就这样。你是来看心理医生？是来治疗的。对啊。很想从各位身上吸取一点慰藉，对不对？主持人的身份就是非常多变，有的时候是搞笑，有时候专业的身份访谈。对，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女演员很厉害，女主持人也是很厉害。是。对，而且我们还有入围金钟奖。这个时候播出的时候已经知道有没有得奖，已经知道有没有了。那我们两个我说我们要先就是我们有得过的这个企业。好，再重来一次。而且我们还入围过金钟奖，可惜。明年还有机会。怎么会是他们得啊？我不知道啊。天哪！但我觉得你觉得他得应该吗？你说那个人，因为我是觉得，你觉得他谁？因为我觉得有男女的搭配本来就很棒啊。你是说宪哥吗？我说顺哥啦。有2段，有很多段。好，这个是没有的话，那你要来一段有的，我们也包一段。而且我们还有入围金钟，而且我们还得奖了。你当
实说那个得奖感言，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因为我那时候超怕时间不够，但你就是说你就一直这样。而且姐你那天穿的超漂亮的，对，那一套超厉害。你觉得他那个身上最厉害的地方在哪边？我觉得，菲比一定看最仔细的啦我觉得那。个衣服的剪裁气势，完全只有你可以衬托。你讲的很对。真的，可是我觉得派翠克那天的装扮，就是站在你旁边略输一筹。站在我旁边的人很难会被我的气场就是对他盖不过去。没办法。那韩竹那天你有去吗？哦，我们那天庆功的时候玩的超嗨的，你知道吗？你那时候一直喝酒，我都差点又要吐了，你知道吗？骗了啦！可是我真的很开心，因为你得奖，所以我一定要喝到就是不醉不归。哎，这每个人都是影后哎，版本都可以用到了。因为我们要都有后脑勺的角色可以了哈。好，但是每个韩竹跟 Baby 应该对于女演员有向往过吧？有哎，还是说对面都做的是你们很崇拜的女演员？很崇拜，而且我刚刚看到有一幕画面，我就觉得哇，更崇拜。就是其实刚刚银萱姐就是在跟琼萱姐对戏的时候，她不是吐汤吗？对。就她吐完汤之后，她瞬间转过来，然后开始对焦，她看着我，然后一直在校正她的眼神，她想办法让她自己恢复正常，然后再继续跟你讲话。所以你觉得那一幕很感动？对啊。对啊，什么啊？因为女演员也是需要就是校正一下。所以韩竹呢？他们的每一部戏我都看过，然后都很喜欢。每一部戏你要这样开这个头就要讲出来。请问一般人不会这样开。导演的哪一出戏你很喜欢？很坏哎。你啊，还有那个没有他演的。姐，没关系，我再补上。对，后补年代有点久远，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要讲感动的话，其实我觉得女演员她们上镜头跟私底下的那个气场走出来就是不太一样，因为镜头大家都已经 ready 好的状态嘛。那我刚才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在开录前我跟菲比去上厕所，我们就只是在旁边待着，然后银萱姐走出来的时候，居然就等我们每个人这样点头打招呼，然后我就跟菲比说，哎，我们两个无名小卒哎，她是不是搞错人了？就觉得他们其实私底下的那种谦虚气场的散发是让人家很喜欢的。然后锦华姐走出来的时候是那种女神降临的那种感觉，是会让人家想要也是很谦卑的跟你们们点头吗？就这样浅浅的微笑，但又是另外一种那种让人家觉得哇有距离的美，爱了的那种感觉。对啊，每个人都是这样。然后那个琼萱姐来补妆的时候也是都很客气，所以你就会想象他们在荧幕上的样子跟他们私底下的样子。然后每一幕你都会觉得他们怎么可以切换的那么好？你没有讲婉婷，然后婉婷姐穿着那个Bowman 的衣服，我觉得这个牌子根本就是为你设计的，真好看。这就是没话讲，没话讲，对不对？上厕所我没看到她走出来上厕所，你一直去挖陷阱给自己跳，越挖越大。说每个人戏我都看过，也没讲完。对啊。然后英文姐，我们之前有在别集有碰过，所以我们刚才有亲切打招呼。我觉得这些私底下的为人才是会让人家记很久。所以银萱，你有很想要交男朋友吗？有啊。你喜欢哪一类型的？我喜吴欢慷仁跟许光汉。先不要管他们有没有另一半，但我不想要圈内人呢。那郭台铭跟许光汉好不好？不要闹脾气嘛。好，许光汉跟你这样玩这个。林柏宏。许光汉跟林柏宏。哇哦。许光汉。哇。许光汉跟高捷。哎，杰哥吧。杰哥。他喜欢比较 man 的。杰哥跟王世贤。我有点讨厌你。更讨厌我吗？为什么？哦天啊！哎，杰哥吧。好了，杰哥是。为什么？没有，两个都有各自的魅力啊。对。杰哥跟那个。哎呦！杰哥跟南哥。杰哥啦。南哥出了什么问题？南哥啦，那个没有什么问题，缘分不够。没有什么问题，缘分不够。没有，缘分不够。讲真的，高捷是你目前这样比下来是第一。如果硬要这样比的话，但很痛苦吗？这个访谈？不会，很开心。你刚才说越来越讨厌我，是哪一点刺到你啊？没有啦，就是本来想说有什么方式可以制止你，但我显然就是真的无法制止你。对。可是你在戏里常常也很强悍的女生呢，你如果是带戏上身的制止我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就是我需要剧本。
啊，我知道，最近我很常看到一段，被一直疯狂转发的，就是那个你说那个别人不行放弃你自己，你不能放弃你自己，只有别人不能放弃你，只有你可以放弃自己。哪一出戏？那个花甲，哇，超帅的。如果他一直疯狂的这样子一问你问题，马英九还是郭台铭啦？一定要选一个。所以你现在是要我能对你带戏上身，然后来跟我那个压住我的那个。还有最后那个3个字也要讲。我跟你好了吗？我那个很嗨，那段很嗨哦。逼疯了，他快被逼疯了。好啊，你多久没有发生性生活？你讲错了呢。可以说。林轩，你是我最近最喜欢的演员之一，你怎么那么弱啊？他本人真的很弱。真的吗？哎，你在戏里面演戏有多厉害啊？利落的。好，让你先情绪先满一下。等一下，我还要讲台词。所以请问一下银轩啊，你多久没有跟男人发生关系了？好久了。那你会很饥饿吗？好啦，你讲煞袂啦。你是在讲？又走了！姐，我不演戏了。姐，我真的不演了，真的。没录完。你不用给我角色，我退出。给我。我很想演在对不起，观众，对不起大家，这就是他的目的。你达到了。对不起。布局布很久了。哎，可是我真的万万没，像你们就是应该没有想到银轩本人是这么小女生的个性。对，没看过哎。这不是小女生真死啦。可是你有一种柔弱的一直在撒娇的感觉。我没有。有吧，景华，你有感觉他是这样吗？私下？他私下嘿，什么嘿？他在干什么？嘿有嘿。我觉得他确实跟我们看到荧幕上的那个个性是有落差，对，确实是有。因为你们等于是戏中戏，对不对？对，这种更难演吧？你们要演戏里面的真实的自己，还要演戏里面的女演员，对，接的戏。对，有哪一场真的把你击败吗？每一场啊。每一场，我压力他们都每一个人都压力好大哦。记得这个有天这个每天回家哭，然后这个拉肚子拉2个月，每天回家哭。哭的点是什么？就是觉得表现不好吗？对啊，就可能是压力太大，然后越想把它做好，就越放不开，然后就会觉得说奇怪，演戏演这么多年，这么简单的就是节奏上面的问题，为什么会抓不到这样子？是因为这部戏太难演吗？也不是太难演，就是有的时候是演员心态的问题。对，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很好的剧本、很好的团队，然后很厉害的演员群，你就会更想要努力去把这个角色做好。然后那时候你的心里就已经有一个种子，你不是在演这个角色，而是你是在想怎么样让曾婉婷这个人做好，那就不对了，你就是不在那个角色里面。对，所以就是你要去跨出那个坎。才可以慢慢进入角色，所以听起来是你演戏以来接过最难的剧本吗？也不是说最难的剧本，就是它是太贴近我们，太真实，然后有的时候你都分不清楚你到底是在演戏还是在演自己，所以里面有很多台词是会大走心，就比如说我戏里面的角色，因为我太热爱这份工作，所以我可以为了这份工作放弃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感情。那我就是因为我一直在经营我的事业，然后就跟我的老公渐行渐远，那最后也分居离婚了。然后我老公回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是还有期待，我们只是人分开，但是我们的心还是在一起的。但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话，就是说：“开心吗？你现在的生活？”对，然后就整个很震撼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我之前有一个交往7年的男朋友，然后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那时候的年代，经纪公司是不允许公开恋情。他也是很想要结婚，然后有小孩，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要那时候正在冲刺期，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分开了。那是你主动提的？就是我们双方的共识，然后隔了几年，就是他也有家庭了，有新的家庭，然后也有小朋友，然后他也问过我相同的一句话：开心吗？你现在的生活？是你们几年后再相遇的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你还是单身，
对，可是事业已经冲得很厉害了。对。然后他问你这句话的时候，那你当时回他什么？就像戏里面一样，我沉默，就是我回答不出任何的话。我要哭了，好真实哦。对啊，因为我觉得女演员都会有一句话，一问她就会开始飙泪。对，走心。因为像之前那个我们节目有访问过舒淇，然后那集刚好我不在，可是我看那个播出，康永哥只是问他一句说，是会不会很辛苦？然后他就安静好久，对，安静很久很久，然后就递卫生纸，然后我想说哇，只是问他说是不是很辛苦，他可能就开始想他这一路走来的，所以你们都应该有一句会打击到你们的心，然后就立刻破碎吧。我记得景华中间，你知道，就是我知道他压力很大，然后我记得是拍一场也是蛮重头戏的这样子，他反正就是要把情感挽回的戏，对，然后那一天就是拍了很多遍，我都觉得还没有到达就是我最想要的那个感觉，但是其实那一天也拍得蛮劳累，因为他那个情绪很重，一直从头一进要一直 run。要哭的吗？我没有这么规定演员一定要到哪里去，我就看你，对，但是你要是跟着那个词带你走嘛。然后他大概试了8遍9遍，其实基本上你会觉得差不多已经 OK 了啦，这样，但是你就会觉得说你还想再我压力好大听一下，可是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有点没灯光了，对，天光也快没。然后我就记得，我就说那景华，我们去旁边抽根烟聊一下天，这样子，我就带他去旁边，其实聊蛮久的哈，聊了可能有，我说了什么？然后我记得景华那时候，其实景华他身体也累了，我可以感觉到他其实他疲累了，然后他知道要从头再来一遍是。但是他又心里又觉得说，他这样就这样 OK 吗？所以他那时候我知道，其实我可以感受他有一点点，就是在你知道跟我撒娇，或者是有点在耍脾气，他就会用一种说，我说我们再一次就好不好？再一次，如果这一次没有就算了，但是可不可以这句话这演员听起来很不舒服。对，可不可以我们再试一次就好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不想演戏了，他就说。你的戏真的很难演，我不想演戏了，这样，他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说拜托再一次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把那一次拍完，所以最后那一次有达到你心里的那个标准，最后那一次完美这样子，也是高光场，对，就是那场戏是高光场，还有很多场，最后那一次有达到你心里的那个标准，最后那一次完美这样子，也是高光场，对，就是那场戏是高光场，还有很多场，所以你讲出说我不要演戏了，那是什么情绪啊？在生自己的气吗？他都快哭了。所以是，对，你看，我是不是还蛮会主持的？你干嘛？又不是卫生纸，又不是你，是导演啦。哎呦，是。何必呢？我们在聊好男人吗？因为女演员她们真的是很压力很大了。心很脆弱，心很脆弱，真的很脆弱，心很脆弱。对，然后自己表演完之后，导演即使说 OK 了，但是他们回去就会一直想说，我是不是还可以再怎么样？对，我刚刚那个眼神是不是很假？那个眼泪什么的，会想很多很多。对，所以你会讲出这种话，一定代表你当时对自己很不满意，可是又不甘心。对，就是真的是想要做出最后的那个挣扎。因为有时候那个讲出来的话是其实对自己讲话。对，那其实我觉得女演员就有一个很贱的地方，就是越难达到的东西，我们身体其实是很诚实的，就算你心里面跟嘴巴是这样，可是他身体就是一直要去实现这件事情。所以你要跟他讲什么话，可以把他弄到就是更没有，我就只是跟他就是说，我也会跟他说，其实我也很害怕啊，我不一定做得到。因为我现在当导演，我可以叫你们演，但是老实说，你叫我进去演，我不一定演得了。我就很诚实跟他说，但是你可不可以就是为了我勇敢，再拜托勇敢一次就好了，这样子。其实是内心是一定是想要的，可是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拍摄是快要杀青的时候，因为其实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刻杀青前那一刻的那一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很珍惜、很把握，不想浪费跟 miss 掉任何一个情绪跟状态。所以就是觉得啊，这个怎么没有达到，就是我们两个人觉得更好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导演那时候讲，我觉得是打了一个强心针。虽然我在那我说我再也不演了。我说以后我不要演戏了，我要好了，来，只是讲以后的牌子你是越讲越想看了哎。对，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你们剪预告的人是谁，很会剪。哦，我也觉得。I don't know。就是我光看那个预告，我就觉得说这部一定要看。要看，每一个人真的都很。因为我还有那个预告里面，琼轩姐也是那个平头，然后你在那个片场很就是焦躁，说我现在搞不清楚我到底是谢琼轩还是谁，就是你分不清你自己是真实的你还是戏中的你。那个预告也让我觉得很打动我的心哎。对啊，那个就是戏中戏中戏。对，译文写的。他们每次演员都说压力有多大，我压力才大，好不好？我一个人在家演多少个角色啊？要配合所有人的情绪。哭了吗？卫生纸。一句话。你要面对这种有自己个性，然后就是要一直改剧本，然后又有那种争宠的，想要被翻盘，压力真的好。然后又有那种说我不要演戏了，然后又有那种就是你知道，一直觉得自己是。可是其实他自己在家里，他所有的角色他都会演，好吗？你都演一遍，都演一遍。好，来我要看一段。好尴尬。I don't care。这个你应该偷偷演吧？导演在家里有练过这一段，应该每个人都很想演这一段。这个我没有，这个是他们自己去拍的，我没有不在我的剧本里啦。Come on，你也是演员兼导演，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谢轩，我恨你，我不应该来的。你活该，你给我上去。你知道我刚刚讲说，我今天其实不用来嘛，就让演员来就好，他就给我情了。他说我一定要来，他说我来他才会有安全感。他说他其实上这个节目，他其实你不要给我跑出来了。是说上所有的谈话节目他都会害怕，还是他只要上我们的节目，他只要上电视，他其实都会就是做他自己的时候，他其实都会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对，比较还是说是我们两个？再加上你很疯。可是你刚刚其实只是问了那个2选1而已。对啊，2选1，那很多人都玩过哎。对我很少玩。下次那要多出来玩。是我们好玩一个2选1嘛。我名单认真开，哎，你干嘛坐下来？被你发现了，我想说好好的余光主持人要眼观四方八方哎，来很厉害，我好强。直线2号机，然后到这边定。哎呦，又是大特，对不对？对，大特。哇，气势哦。哇，导演，你要演出那个杨锦华那个角色的个性。我没有杨锦华那个长发，他有一个这样还这样甩一下。没关系，你要演出，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过真实的那个。我今天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有酬劳吗？又不是没。而且还不是帮你，哎，从头到尾是不是在讲影后？你去别的节目看看，一定要叫你玩搓气球啊！哪一个节目？I don't know， 我已经很久没看了。就是金钟奖上输你的那个嘛。对啊！他们那会有气球。好，导演，这个位置好，这个位置比较好。你们真的是。哎呦。I don't。什么感觉？什么感觉？走过去，然后对着镜头，然后讲完那句话，我发现你很像虞美人。是我发型吗？讲这干嘛？讲这干嘛？跟演技无关。不是因为他没有很认真演嘛，所以我们观众就会分心啊。不要再叫我演戏了啊！所以你说女演员们是不是其实真实的个性是很可爱的？对啊。然后又很想保护他们，然后又很崇拜他们，又很爱他们。所以导演在这部影后的戏里面，可以完全呈现出女演员的这种面貌吗？我觉得可以，而且我觉得很迷人的一点是，因为在里面常常他们会觉得说是现在不知道在演自己还是演角色。我觉得这里面所有的剧情安排或多或少，你都可以看到每一个角色身上，就有的时候会有跟他们人生会有重叠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个 moment 其实是最好看啊，解释我觉得也是他们最诚实，然后最勇敢的时候，这样。对。所以听完是不是真的一定要追这部戏？非常期待。影后播出时间是11月7号。对 ，Netflix 全球独家上线。所以导演这部剪完之后，你比较爱还是《俗女养成记》？这好难。对啊。哇，又来了，最后 ending 的2选1。这是不是就像问你喜欢老大、老二还是老三？老大。
心，以为很难。哎呦，不要硬太难选了，回去然后没有宝贝，我立刻跟你说我们先开个玩笑，但是好戏不嫌多啦。对看完《熟女》也可以看影后嘛，不冲突的，不是看完就不能看这个。都是好戏，没错，大家一定要看。然后辛苦每位女演员了，没错，辛苦，谢谢，谢谢，谢谢。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